嗨，大家好，我是戴淑萱，我来自英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影片超精彩，我们要来深度解密英国的闲聊文化。我知道很多人觉得闲聊很 awkward， 但其实它是交朋友很重要的一步。英国人有一些特别的聊天习惯。今天我教你一些必备的英文社交技巧，让你跟英国人开口说话的时候觉得很轻松自在。不管你是英文初学者，或是想去英国玩耍，甚至定居，超实用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首先我们会聊聊打招呼的方式，英国人怎么 hello 你好。接着我们会深入讨论英国人常聊的天气话题。最后一步我会教你如何询问人们的生活状况，拉近彼此距离，建立更深度的连接。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超赞的，记得帮我分享给想去英国玩的朋友，大家一起学起来。那像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准备文档，这是我以前教1对1跟小组课程的教学方式，我蛮喜欢这样用文档而不是 PPT。那今天我会主要讲中文，这是为了让初学者还能跟上，但是当然生词跟表达我还是会教你最纯正的英国腔。我知道最近只是很多人想学的口音。那今天的文档总共有42页，所以你看完这部片之后，你一定可以很自信的跟当地人开口进行闲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Greeting people the British way， 打招呼是 greeting， to greet someone， 大家都知道 hello， 但其实你知道吗？ hello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太正式的，如果是面对面遇到了某人，我们通常会用别的方式来表达 hello。 我个人认为 hello 最适合的是 email 的开头，或是讲电话的时候，或者一些比较正式的情况，像是可能会议或是做演讲等等。如果我们不说 hello， 可以说什么呢？你可以说 Hi，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how 跟这个 are 是一起念的，要连读。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所以不是 how are you， 这个 are 我们没有卷舌，我们没有强烈的二音，这是英国腔的特色之一，这跟美式英文不太一样。所以美式英语是 how are you， 英式英文 how are you， 几乎像二音不存在，对不对？ Hi, how are you？但是往往还是听起来有一点太正式。我有时候会这样说，但是更常用的可能是第二个 Hey，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当然也可以说 Hi, how's it going? How's 是 how is 的缩短 How's it?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那你遇到一个 O 的时候，在这个例子中是 O 而不是 O， 所以不是 going。 我知道区别是小小的而已，不是 going owing。 How's it going? 如果你的嘴型可以更圆一点点，会更好听，像 going going. How's it going? Hey, how's it going? Hey, how's it going? 这个意思是最近过得怎么样？你好吗？你今天过得好吗？今天过得怎么样？但是基本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不是真正的想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这只算是一个打招呼的方式。所以对外国人来说，这有一点糊涂。为什么他问我最近怎么样，但是他其实不 care？ 就是因为他还是可能有 care 你的生活，但是他只是想先说一个 hello， 毕竟我们不再说 hello， 所以换成这个方式 Hey, how's it going? 等一下我会来看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个方式是 Hey, you right? 所以 you right 这个部分是 Are you alright? 那我知道这个 Are you alright 的直接翻译是你有问题吗？你还好吗？ Are you alright? 但当然这不是这句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你好，这些都是你好的意思。那其实我们当地人说 Are you alright? 如果没有缩短，这也听起来像是你还好吗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缩短成什么样呢？ You right, you right。 我们母语者我们说 all right， 像 L 几乎不存在 all right， 但是你如果假装像它不存在，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效果。 Hey, you right? 这很标准，可以说 you right， 这里有 L， 或是 you right， 没有 L 的版本也行。所以从此开始，你可以不再说 hello， 你可以跟英国人说You right？ 这是一个完整的打招呼方式。回答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一声 You right， 完全不用回复，你说一个 You right 就好。说出同样的问题也算是一个很棒的回答方式。对话是怎样呢？ You right? Yeah, you right。 完美的。所以这里有一些潜在的答案，除了直接说 You right 之外，你还可以说什么呢？ I'm good
所以按照自然拼读法的规则，两个 o 应该是 u 的发音，对不对？ I'm good， 但这个单词其实是 good。 I'm good 也可以说 good thanks, good thanks, yeah good, yeah good, pretty good, pretty good。 pretty 是相当的意思，英国人常常使用这个词来说稍微或是比较或是相当这个意思，像 all good, yeah, all 是一切的意思，所以一切都很好，谢谢。 all good, yeah, all good, yeah, not bad 不错 not bad。 所以这个 o 又是另一个例子，那这个音是美式英文没有的音，只有英式英文有这个音。美国人会怎么说这个单词呢？ not 更像是这样发的，对不对？ Not bad 英国人说 not bad。 你也可以注意到大多数单词结尾的 t 我往往不会发，这是最标准的发音方式。以前发不发这个 t 会代表你的社会阶级层，但如今甚至皇室他们也不会发 t。 我们现代人的口语习惯变得越来越随性。 Not bad, not bad thanks, not bad thanks, yeah not bad thanks, not too bad, not too bad。 这样重复一下很口语。 Not too bad, not too bad。 也可以说一个 I'm alright, I'm alright, I'm alright. Hey, how's it going? Yeah, not too bad. Hey, you alright? Yeah, I'm alright. Hey, how are you? I'm good, thanks. 这样已经很简单了，大家学会了吗？最后想教大家是比较可爱的 ticking over， 就是一切过得还好，像平常一样。 Hey, how's it going? Not too bad, thanks. You? Yeah, ticking over。 你没有说你非常好，只是说你还不错 ticking over。 那英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是我们不喜欢炫耀，所以大多数人不会说 I'm great, I'm super good, I'm amazing, I'm fantastic, I'm having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基本上这不是英国人的习惯，我们更有可能会说 I'm okay, I'm fine, I'm doing fine，I'm not bad。 即使今天你特别开心，但是你还是会说一声 I'm not bad。 有时候可以说 I'm great，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为什么我认为大多数英国人其实不太会这样说，他们通常说一个 good, not bad, fine, okay， 这样就好。那你说完你的答案之后，你也可以像他一样问差不多同样的问题，这样很有礼貌，也可以让你们有接下来的讨论。这些是一些简单的方式。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you? 或是甚至You， 这可能是最常见的。 Yeah, I'm good. You？ 有时候也会听到 yourself, ticking over, yourself， 没有二音，对不对？ Yourself, yourself, yourself。 像我已经说过的，可以直接问同样的问题。 You're right. Yeah, you're right。 这个比较长一些。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To be up to 意思是你最近都在忙着做什么。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那这里我们是用的是 present perfect tense， 因为我们指的是不仅是过去的一个时间，也是一直到现在的。如果我们讲的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最近这个时间，我们通常是用 present perfect tense。 讲中文的时候，我们往往直接加时间的单词，像最近都在忙什么。但是其实加 recently 这个词在英文口语中我们不太会常常是用 recently 这个词。 recently 听起来有一点正式，有一点不必要，因为我们如果是用 present perfect tense， 我们已经能让对方知道我们说的是最近这个时间，可能是从我上次见到你一直到现在你都在做什么。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但是当然我们要说出来的时候不会那么的刻意，不会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英式英文这个单词念 what， 真的像一个what have what have what have What have you? What have you? What have you been? What have you been?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Hey, how are you? Yeah, not bad, thanks.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Not much. 也可以说 How's it going? 像以前同样的问题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Hey, how's it going? 也可以说 What's new？ 这大概是有任何新的消息想跟我分享吗？或是最近有任何有意思的或是有趣的事吗？例如说你如果有搬家或是换工作，这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跟他分享。好的，那我们来看如何使用这些表达。 Hi, how are you? Good, yeah.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Not bad, thanks. You? Hi, how are you? Pretty good. Yourself? 那如何回答 Hey, how's it going 呢？ Hey, how's it going? Not bad, thanks. How about you? Hey, how's it going? Good, thanks.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Hey, how's it going? Pretty good. Yourself? Hey, you're right. Yeah, good. You? Hey,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What's new? 或是可以简单说 You're right. Hey, you're right. Hey, how's it going? And let's look at some example conversations. Hi, how are you? Pretty good, thanks. You? Not too bad, not too bad. And the next one. Hey, how's it going? Good, thanks. Yourself? Yeah, ticking over. 学会了吗？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讲完，接下来是有关天气的闲聊。你准备好了吗？别走，我们马上回来。如果你已经喜欢今天的影片，我相信你会更喜欢我的线上课程，它叫做终极速成旅游生活英文课程。你将会学会以英国人的方式说话，在各种各样的场景，英国人最常用的表达是哪些？在课程中，我全部讲英文，让你习惯我的英国腔，但是也有双语字幕。如果你听不懂，可以开字幕哦。如果你出国的时候需要坐飞机、过海关，怕你订住宿、交通等会说不出来英文的话，这个课程一定可以帮助你。英国也有它独特的文化，我们去酒吧如何点酒，如何泡英式茶，怎么去看医生，这些秘密我在课程里都告诉你。你上完之后更有自信的能够跟外国人相处、交朋友，甚至交男女朋友。除了文化习惯之外，你还会学英式俚语，这样你跟母语者说话的时候一定会听起来更像英国人。如果你有兴趣，记得点以下的网站，你可以了解更多课程的信息，并立即报名。那我们回来聊聊天气吧。你可能听过英国人很喜欢讨论天气这个话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天气是不可预测的，每天会不一样，甚至每几个小时会不一样。现在是5月，这算是夏天，但是今天整天都在下雨，所以这刚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不认识的人或是不熟悉的人一起讨论。你最主要需要知道的是，如果今天很热，晒太阳的话，这算是一件好事，大家会很开心。但是如果今天下雨，如果云很多、很冷、风很大，这算是不太好的天气。那如何以英国人的方式讨论天气呢？这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可以直接对对方说今天的天气如何，虽然他当然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但是你开口跟他这样说，算是一个闲聊的方式吧。如果你在等公车，然后有一个陌生的老阿姨跟你这样说 Oh, lovely weather, isn't it? 这很正常，尤其在英国北部，很多人喜欢跟不认识的人开口说几句，所以大概的知道如何讨论天气这个话题，在英国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这些是一些开始进行闲聊的方式。 Lovely weather, isn't it? 英国人说 lovely 往往不是很漂亮的意思，其实是很美或是很棒的意思。有时候在上班时，如果你完成了任务，或是你给某人东西，例如说你交 PPT 或是文档这样，对方可能会对你说 lovely， 这是很好的意思，很棒或是 OK。好的 Lovely weather, isn't it? 所以这应该是好天气才可以这样说。晒太阳，没有太多云，温度相较高一点，你也可以说 Lovely weather we're having. Lovely weather we're having. 我们现在有的天气是多么的好。相反的，如果很冷，如果今天下雨的话，你可以说 Awful weather. Awful 是很惨的意思，很不好。你也可以说Miserable， 你也可以简单说一个 miserable 而不加 weather 也行，你可以说 miserable weather, isn't it? 或是 miserable, isn't it? 对方会知道你的意思。Miserable 不是 miserable， 这个词其实没有4个音，只有3个音。Miserable 这个部分是这样念的 isn't it, isn't it？ 有些人可能会说 in it， 就是是不是的意思。Miserable in it， 这听起来非常随意，然后传统来说这是工程阶级的人的说话方式。in it，Isn't it？ 这样说的话，听起来更像中产阶级或是更高阶级的人的说话方式。接着，某人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之后，对方一定要同意。不同意其实很少见，因为闲聊的目标之一是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其实如果你不同意，你如果说 No, it's not. It's actually quite cold today， 他可能会觉得你有一点奇怪。所以如何表示同意呢？你可以说差不多同样的话，你可以说别的表示今天天气如何的单词，譬如说 gorgeous。 Gorgeous 这个词是很美丽、很美好的意思，所以当然也是表示天气很好。Gorgeous, yes, gorgeous。 也可以说 beautiful, so beautiful, lovely, so nice。 相反的，我们有 dreadful， 这很惨、很不好。I know。Dreadful, abysmal， 这是比较强烈的，这是比较夸张的一个词。Abysmal， 所以对话是这样 Lovely weather, isn't it? Yes, gorgeous. Awful weather, isn't it? Abysmal。 接下来你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添加更多的信息，或者你可以问对方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例如 Up to anything this weekend？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up to 是做的意思，干嘛或者忙着做什么。
所以这是 What are you up to 的缩短方式。你也可以说 What are you up to， 或者你也可以简单说Up to anything this weekend？ 有时候人们也会说 Up to much this weekend？ 如果晒太阳，很多人可能会准备一些特别的活动，像去海滩、去游泳、去 barbecue、去旅游这样。当天气不错的时候，英国人特别喜欢出去玩。如果某人对你说 Up to anything this weekend？ 或 Up to much this weekend？ 一个潜在的答案是 I'm heading home for a barbecue。 我要回家做 barbecue。 我们的 barbecue 一定是在外面做的，通常是在某人的花园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过好天气的时候的方式。你可以说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我给你我想到的。第一个是 This is the height of summer for you。 Height of summer 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但这句话是稍微讽刺开玩笑的，因为下雨了，这是意想不到的天气，所以我们可以讽刺说这是我们的夏天。你也可以说 Didn't know it was gonna be a coat day。 可能原本因为已经5月，所以你以为你可以出门，可以不带外套。 Didn't know， 我没想到今天会需要带外套。 We'll have to start whipping out the wellies。 Wellies 是雨靴，下雨的时候穿的鞋子是 wellies。 Wellington boots 的缩短。 Whipping out 是俚语，是拿出来的意思。我们会需要把我们的雨靴拿出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雨的时候你可以说什么。下大雨的英式英文俚语 It's chucking it down。 这个音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说 It's chucking it down， 我们要 It's chucking it down， 稍微不一样，对不对？下一个 It's pissing it down， 这非常非正式，所以大家不要在工作上使用这个词，因为有一点不礼貌，太随性。It's pissing it down， 但是你跟朋友聊的时候可以说 It's pissing it down。 To do a piss 是尿尿，所以这句像是天空尿下来， Like the sky is doing a piss， It's pissing it down。 这也可以表示我们多么的不喜欢下雨。It's tipping it down， 这很正常，不会不礼貌。To tip 是翻倒的意思， like tip water out of a bucket， 把水翻出去。It's tipping it down。 It's pouring， to pour 也是倒的意思，你可以说 It's pouring 来表示，也不用说 It's pouring it down， It's pouring 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It's torrential rain out there， 我们真的有时候会说出这句话 It's torrential rain out there， 就是外面下大雨，很大的雨。另一个很口语 It's a right old downpour， It's a right old downpour。 我建议大家不说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因为这个表达有一点可爱，但是已经没有很多人会真正的使用它。如果有听过人使用，他们应该是讽刺开玩笑的，或是想听起来特别可爱，大多数人不会经常使用。那下小雨怎么说呢？ It's drizzling。 Drizzling 是毛毛雨的意思。 It's spitting， to spit 是吐的意思， like It's spitting。 或是可以简单说 There's a bit of rain， There's a bit of rain， 或 It's raining a bit， It's raining a bit。 另一个有趣的是 It's raining sideways。 如果你湿头了，你可以说 I'm drenched， I'm drenched， 或I'm soaked， I'm soaked， 或 I'm all soaked through， 我全部都湿透了， I'm all soaked through。 我们来做一个小测验吧。 What is 毛毛雨 in English？ It's drizzling, it's spitting, or there's a bit of rain。 What is 下大雨 in English？ 有很多 It's chucking it down， It's pissing it down， It's tipping it down， It's pouring， It's torrential rain out there， It's a right old downpour。 这用英文怎么说？It's raining sideways. It's raining sideways. 其实这句真正的意思更像是下大雨。那这个怎么说呢？ I'm soaked or I'm drenched。 那如何强调你的意思？如果今天的天气很极端，我们真的很喜欢强调 absolutely， 真的很常用。I'm absolutely drenched. I'm absolutely soaked。也可以使用 completely。 I'm completely drenched. I'm completely soaked。 那我们可以使用别的词呢？可不可以说 I'm very drenched？ 这其实听起来有一点奇怪，因为 very 是一般，不是很多。因为 drench 这个词已经有些极端了，所以加上 very 听起来有点奇怪，就像一个矛盾的修辞法。
I'm really drenched 是可以的。那 I'm quite drenched 可以吗？像 very 一样就会听起来有一点奇怪，因为 drenched 已经很极端，但是 quite 是不极端，所以有一点矛盾。但是其实英国人很喜欢轻描淡写，是一种稍微讽刺开玩笑的方式，因为听起来很矛盾，所以听起来有点奇怪，所以很多人使用这个方式来开一个小小的笑话。但是只有 quite 是这样用的， very 不会这样用。I'm so drenched 可以， I'm utterly drenched 也可以， utterly 是非常的意思。I'm exceedingly drenched 我不太建议大家使用 exceedingly 这个词，这对我来说已经有一点过时。你可以说 absolutely drenched, completely drenched 或者 so drenched， 这些是最常听到的，这些单词是很不错的搭配。我们一起来看一个 example conversation 好不好？ Blimey, it's chucking it down out there. Yeah, it's a right old downpour. I'm absolutely drenched. I hope it doesn't rain all day. Me too. I was planning on going for a walk in the park. Well, you might want to bring an umbrella or you'll get soaked again. Yeah, I'll take an umbrella just in case. Here you go, you can borrow mine. Cheers, mate. 有2件我需要提到的是，第一是很多英国人，包括我，绝对不会带雨伞，尤其是年轻人，往往没有带雨伞的习惯。我们通常是用一个 coat with a hood 就好。我们可能会认为雨伞有一点过时，有一点不方便，所以如果你发现很多英国人没有带雨伞，这是为什么？也算是一个风格吧。第2件事是有关 cheers 这个词 ，cheers 是感谢的意思，你会很常听到人说 cheers， 就是谢谢，而不是干杯的意思。天气很冷，怎么说？在英国10度以下通常算很冷。It's a bit chilly. It's a bit nippy. It's bloody cold out there. Bloody 是强调的方式。It's bloody freezing. It's Baltic out there. 这是可以在英国北部使用的，因为 chilly 这个词表示有一点冷，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very. It's very chilly. It's quite chilly. It's a bit chilly. 但是不能说 it's completely chilly, it's utterly chilly. Freezing 则是非常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 it's completely freezing 或 it's utterly freezing， 这会听起来很正常。那如何说天气很热呢？在英国30度以上通常算很热。It's boiling, it's baking, it's bloody hot, it's a bit of a scorcher。那这听起来有一点矛盾，因为 scorcher 是非常热的意思，但是 a bit of 是稍微一点点，所以这是讽刺开玩笑的方式。I'm roasting out here， 我的身体在烤。It's absolutely sweltering， sweltering 是非常热的意思，所以当然可以跟 absolutely 一起用。Bit of a warm one, isn't it？ 这也听起来轻描淡写，所以是稍微开玩笑的。很有可能说话者的意思是今天特别热，今天非常非常热，但是他轻描淡写说 bit of a warm one, isn't it？ 听起来有趣，所以会有一点点好笑。风很大怎么说？ It's blowing a gale. It's a bit of a gale out there. Gale 是很大的风，但是 a bit of 是稍微或是一点点，所以一起使用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这是故意的，因为是讽刺开玩笑。It's a bit blowy。我个人想 blustery, gusty 这些词已经没有很多人使用，可能听起来有一点过时，但是可能还有些年纪较大的人在用哦。OK， 讨论天气的小 tips。Don't sound really excited because you've got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the weather. Try and keep it low-key. Don't give loads of detail unless it seems relevant.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is a super common, normal thing in the UK, so we're not particularly fascinated or interested by it. And if you seem really excited or interested to talk about the weather, it might seem a little bit strange. You can also try to move on to other topics of conversation if that feels appropriate. And let me show you how to do that. 让我们来看一些潜在的方式。You can ask them how they are. 跟打招呼的方式有一点类似，你可以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像 What's new? What's new? What's new with you? What's new with you? 这是你已经认识的人，像你遇到同事的时候，让他有机会说出他最近的事情，或是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你最近都在做什么？你可以这样回答 Not much， 不多，只是最常听到的，因为像我一说过，我们没有说很多有关我们的生活这种习惯。Not much, just keeping myself busy.How about you? 这种回答很正常，我知道很多人怕他们的生活没有很多事情可以聊，所以你可以说 Not much, just keeping myself busy. 这很正常。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说更多的信息，像 Not much, I've just been doing something. Not much, I've just been playing tennis. Not much, I've just been playing tennis. 所以这是 presen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 Not much, I've just been working. Not much, I've just been working. Not much, I've just been looking after the
the kids. Not much, I've just been looking after the kids. 好像任何动词都可以。Not much, I've just been planning our holiday. Not much, I've just been planning our holiday. 我们的旅行不会说 vacation, 我们说 holiday. 然后最后一个潜在的答案是 bit of this, bit of that, bit of this, bit of that. 这很口语，是没什么的意思。Bit of this, bit of that, what about you? 如果你想问有关对方的生活，你也可以问他周末有什么安排。What are you up to this weekend? What are you up to this weekend? Doing anything fun at the weekend? Doing anything fun at the weekend? Got any weekend plans? Got any weekend plans? 你可以听得出来我的语调有变高吗？这是一个语调相关的规则。我的 Press Play 课程中有更多的细节，连结在下方。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周末的时候只会休息一下，你可以这样说 Not much, just relaxing at home. Not much, just relaxing at home. I'm just taking it easy this weekend. I'm just taking it easy this weekend. Taking it easy, 休息 Maybe catching up on some reading. 如果你周末会很忙，你可以说 I've got a pretty busy weekend actually. I've got a pretty busy weekend actually. I'm taking the dog for a walk and then going to see my grandma and then going to do surfing in the Olympics. The weekend's going to be a bit hectic. The weekend's going to be a bit hectic. Hectic 是很忙的意思。如果你还没确定，你可以说 Not too sure yet. Not too sure yet. Nothing set in stone yet. Nothing set in stone yet. Haven't decided yet. Haven't decided yet. Not a lot really. Not a lot really. Just some errands and whatnot. Just some errands and whatnot. Errand 是差事，比如去买东西、去打扫 ，and whatnot 是什么的意思。如果你想问他要不要跟你一起出去玩的话，你可以试试使用 Nothing planned yet. What about you? Nothing planned yet. What about you? Or not much. Wanna do something? Not much. Wanna do something? 警告大家，大多数英国人没有习惯很快的跟你交朋友，所以你需要慢慢的。你认识他一段时间之后，例如说几个星期、几个月，你如果见过面几次，你可以开始看看他有没有兴趣跟你出去玩。你也可以跟他说具体的活动 ，like I've got tickets to see the theatre. Do you wanna come with me? 如果他拒绝，你可以再试一次。但是如果他拒绝第3次，然后他又没有主动的想跟你安排活动，很有可能他没有兴趣跟你当朋友。我知道在英国南部，其实交朋友这件事特别难，因为好像我们很多人有 trust 的 issue， 我们不想亲自问对方你要不要做事情，因为我们怕如果我问他要不要出去玩，他有可能会以为我是一个很孤独没有朋友的人。我最近跟朋友聊这件事，他们说的确是这样。然后别的可以问他的问题是 What about you? What about you? Anything fun planned? Anything fun planned? 你有安排任何有趣的活动吗？ What are you up to? What are you up to? 你有打算做什么？所以为了拉近距离，除了问他最近都在做什么，还有他周末的安排，你还可以问有关他的旅行计划。大多数英国人对旅游特别感兴趣。Going anywhere fun soon? Going anywhere fun soon? Have you got any travel plans coming up? Have you got any travel plans coming up? Any fun trips on the horizon? Any fun trips on the horizon? On the horizon 像是未来的意思。Have you got anything planned for the summer? Have you got anything planned for the summer? Have you got anything planned for the bank holiday weekend? Have you got anything planned for the bank holiday weekend? 我们每一年有许多的 bank holidays， 这通常是礼拜一或礼拜五的休息日，所以通常有3天或者甚至4天可以放假。回答这种问题的方式有 Yeah, actually, I'm going to Italy next month. Yeah, actually, I'm going to Italy next month. I've got a trip to Japan planned in July. I've got a trip to Japan planned in July. I'm going to be going to the Lake District for the bank holiday weekend. I'm going to be going to the Lake District for the bank holiday weekend. 然后你没有计划的话，可以说 Not yet, but I'm hoping to get away for a bit sometime soon. Any recommendations? Not yet, but I'm hoping to get away for a bit sometime soon. Any recommendations? 我希望很快能去旅游。你有任何推荐去的地方吗？ Nope, not at the moment. Are you going anywhere? Nope, not at the moment. Are you going anywhere? 目前没有。你呢？ Nothing on the horizon yet. You? Nothing on the horizon yet. You? Nothing set in stone yet. What are you up to? Nothing set in stone yet. What are you up to? 所以这差不多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我希望你觉得实用。如果有喜欢，记得帮我点个赞，也记得可以报名我的终极速成旅游生活英文课程。谢谢收看，我是戴淑萱，我们下次再见。